大家好，宠粉的一太又来了。2025年的光哥播出后，很多中年男明星在舞台上的表演都被吐槽油腻，比如杜淳的大脚肉丝，王东城的地板舞，简直没眼看。杜淳是喝多了吗？哎呀！要选出个油王还真不好说。更可怕的是，娱乐圈不仅男明星油腻，不少女明星的表现也是让人不忍直视。他们有的让人尴尬的脚趾抠地，有的则是做作又矫情。接下来一太就带大家一起看看吧。说起娇柔造作，很多人一定会自动关联赵英子。解散的初舞台上，赵英子一身公主范儿的打扮，演唱刘若英的《后来》，这是一首悲情的歌，大家都知道。但她突然毫无征兆地飙了2颗眼泪，却并没有让人觉得与意境合二为一，反而有一种娇柔造作的感觉。她哭得很美，感情好像也很饱满，但就是有点假，假到尴尬。浪姐的舞台似乎有魔力，定力不强的姐姐很容易失去表情管理。就像第一季的万茜，参加浪姐前，她一直是黑长直温柔系美女的代表之一。节目初期，她酷感女孩的风格也很是受人喜爱。然而后期画风逐渐跑偏，嘟嘴比剪刀手的动作表情散发着油腻。她在舞台公演时，各种抚摸自己和顶胯的动作也让人感到很不适。这个手指抚摸嘴唇的舞台结束 pose 也被评选为年度最辣眼的舞蹈动作之一，公然在舞台上塑造总攻人数，大肆舔舌摆手的动作搭配迷之表情，再次将他推向油腻的风口浪尖。如果你觉得万茜的油腻只是因为表演太累导致的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除了表扬时的舔手指，静止状态下的万茜面对镜头嘟嘴，比起剪刀手的样子也让人满脸问号。清清爽爽就已经很出众了，干嘛硬凹不适合自己的人设呢？在舞台上迷失的还有张馨予，和热巴合作《幸福触手可及》时，她还是这样的。你把眼睛闭上。然而到了舞台上，她就变成了这样。就在众人以为她要精彩诠释不一样的自我时，一段尬舞与桀骜不驯的耍帅眼神令人措手不及，油腻来得太突然，显然大家都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。节目后台，张馨予更是一手揽过李菲儿的腰，彰显霸道总裁范儿，成功收获油腻标签。节目主持环节中，她依旧是大背头搭配黑皮衣，不苟言笑，频繁耍帅的状态，与其他姐姐大方自信的笑容产生强烈反差感。刻意的动作透露出她凹人设的目的，结果人设没立住，还略显僵硬，翻车也就不奇怪啦。油腻莫不是会传染？连大美女王鸥也中招了。在节2中，王鸥几张 wink 图片游离爆表，直接把她送上热搜。镜头怼着脸拍的情况下，俏皮可爱性感，啥都没有让观众 get 到，只觉得有那么一丝辣眼睛。该说不说，这舞台的灯光也太亮了，直接把王鸥的额头都照得像灯泡一样亮。被网友吐槽后，王鸥对着镜头一遍一遍的挤眉弄眼学习 wink， 她甚至反复观看男团女团们在舞台上的眨眼呈现，没了大浓妆，也没有那么多刻意之后，显得清爽多了。红男女神倪妮凭借魔鬼身材与天生脸蛋成为鸡圈大佬，然而这样质量行凶的倪妮也有跟油腻沾边的时候。在电视剧《流金岁月》中，倪妮饰演的朱锁锁是个容貌姣好、身材性感的美女，不过她却被诟病是个花瓶，换人演也不影响剧集。真正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她用力过猛的一系列表情动作，生硬凹造型毫无美感可言。美女该不会忘记了大屏幕与影视剧演绎方式的不同吧？整段演技，她都沉浸在对自身美貌的忘我陶醉中。可怕的是，她把这种感觉带到了红毯上，和刘诗诗大玩亲亲。勾肩搭背，举止亲密，亲吻对方的行为给她平添了3分油腻。她的大嘴巴本该是性感的标志，却在这张照片中变成了油腻的代名词。十有八九是眼神没到位，大方展示友情本无过错 ，CP 秀恩爱也合乎常理，但一味消耗人设，刻意营造与自己不相符合的人设，故意轻易的展现工业糖精，属实令人有点齁得慌。作为屡次拥有出圈暴徒的映照女王，倪妮也持续在油腻的路上稳定发挥，颓丧迷离的眼神与油光可见的头发丝儿，让人想把造型师拖出去。油头西装造型配上狂浪不羁的眼神，非但没啥可圈可点之处，越看还让人难以接受。要是他脖子上换上大金链条，估计他就可以化身涂大款了。服化道的死亡审美也是油腻的重要组成原因。求求了，谁来把漂亮大美女还回来？吴宣仪的油腻则是因为过于做作，跳舞的时候也是不断的做 wink 等一些女团动作，可是做的又没有那么好看，想要用力表现自己，却有点用力过猛，就不太好看了。蓝色的胸怀
你说句晚安，对你说句晚安。多领域发展的刘涛在披荆斩棘的哥哥中也暴露了油腻缺陷，动作浮夸，用力过猛，有种硬要熬播一腔的感觉。还有网友嫌弃她的笑容，表示女明星这么油腻还是第一次见，每句话语气停顿都一样，毫无共情。然而刘涛不改初心，忽视缺点，继续在职场油腻剧的路上飞驰而去。人到中年，饰演15岁的少女，与周渝民在大宋宫词上演古装偶像剧。美人在我。我是真的爱你，沉醉于精英人设出不去，演技略显扭捏。我还以为你不想主动示弱呢。与林峰合作《星辰大海》，又上演了一出中年玛丽苏。去哪？显然涛姐迷失在油腻的戏路中出不来了。不过她最油腻的画面还是在跨界歌王，一不小心拿了一个冠军，但她唱的一个人跳舞堪称大沁油田。当天她一身皮衣、短裤、长靴，打扮十分火辣性感，配上大浓妆、死亡芭比粉的口红，视觉上已经给人一种爱谁谁的即视感。表演过程中更是没有技巧，全是感情。她的全情投入到了4大皆空的地步，眼神迷离，沉醉忘我，唱到动情处连皮衣都脱了扔掉了。这中间各种妖娆的动作，有的很性感，但更多的是尴尬。李光洁在台上边欣赏边问跟刘涛合作过《白蛇传》的潘粤明：“你家白娘子还有这样一面啊？”我没见过，他这个估计现形了。其实刘涛的长相并不适合性感风，反而比较适合那种比较正的角色，所以当她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就十分的尴尬。因为演过几次女总裁，所以在社交平台上她发了一张壁咚的照片，也是要多尬有多尬。真心希望涛姐可以挑选适合自己的戏路。和刘涛前后脚登上油腻榜的还有海清。海清的黑历史并不是她自己表演，而是当评委。那是2013年的快乐男声选拔赛，海清以飞行嘉宾威神的身份出现。在投完票读票之前，她换身社交恐怖分子，打断主持人何炅要上台表达自己当下的感受。上台之前，她让选手宁桓宇和主持人何炅、汪涵退到她身后，只剩下欧豪站在她面前。接着，她单膝跪在欧豪面前说：“你是我的神。”说的还超大声，这一通操作把还很青涩的欧豪搞得手足无措。他一边弯腰去拉他，一边向主持人投去求助的目光。而海清大胆表白后，又抱拳帮他拉了一波票，就潇洒走下舞台。或许海清对于欧豪是真爱。坐在台下的时候，他还曾问欧豪喜欢短发女孩还是长发女孩。得知他喜欢短发之后，他说：“这辈子我的短发为你而留。”有意思的是，后来海清留长发了，记者跑去问欧豪，欧豪尴尬地说：“他应该也没有很长吧，应该也是短发。”后来海清上华少的节目，华少当着他的面放了他这个名场面后，问他的感想，他说还好，他称自己是一条狗，家人朋友工作人员是那个栅栏，在他们的安全范围内，他怎么叫唤都行，但一旦放出了栅栏，他们把我放出去，没栅栏的时候就是一只疯狗。只能说海清是真的没有什么偶像包袱。还有给郭敬明拖鞋颁奖，拉小宋佳、姚晨等人在领奖台上发言等等，都是非常尴尬又好笑的场面。凭借《伪装者》和《琅琊榜》走红的刘敏涛，在很多观众眼里也是端庄大气的女性代表。而在某次晚会上，她一曲红色高跟鞋，一改往日风格，颠覆观众对她的认知。当时节目组安排她跟韩雪、万茜一起合唱，结果她摇头晃脑，把话筒当酒杯的沉浸式唱法太吸睛。节目一播出就登上了热搜。明明是3个人的演唱舞台，最后风头就被他一个人抢跑了。而这段表演也褒贬不一，有人认为他放飞自我，演出了歌词的意境；有人认为他表情管理失控；有人认为是华丽的油腻。更有趣的是，他趁热打铁推出了个人单曲《飒》，在某晚会上首发的时候，依旧是一袭红裙，风格比起红色高跟鞋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或许是这种拽姐人设入戏太深，之后他更是把这种微醺的风格带到了影视剧的表演中。在他参加的《正青春》里，他一直都是眼睛半睁半醒，拿白眼飘人的状态，说话语调又尖锐，整体观感远不如明镜和静妃了。19岁出演《爱情公寓》，胡一菲火爆的娄艺潇现在也陷入油腻漩涡无法抽身。昔日她还是青春靓丽的美少女，在《爱情公寓》中的扮相也曾惊艳众人。如今上综艺节目，娄艺潇面部饱满，伴随年龄增长，美貌不在，颜值极限下滑。吃播环节，她故作夸张，营造卖萌吃货人设，真性情女汉子变身娇嗔卡哇伊女孩，丧失了原有的自然真实，表情收放不自然，氛围感尽失。果然女人有劲起来就没男人什么事儿了。你还想看哪些有趣合集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一太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点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